再次闪亮登场。根据明神宗的命令，支援大米100万石。朝鲜战争中不是适当的帮助朝鲜，而是慷慨解囊。朝就明神宗被绝对的称颂。十几年来，从未在朝廷露面过的明神宗，为什么？难道是突然下达了拯救朝鲜的命令吗？从这时开始，明神宗唯一的工作，虽然朝鲜水军提督李舜臣在海域上有效地阻止日本水军，但是陆军却处于非常不利的状况。度过了200年的和平时期，陆军对战争准备不足。面对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后，试图进军大陆的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很差。明神宗唯独在支援朝鲜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明朝对支援万历朝鲜战争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军通过平壤战役挫败了日军的气势，迎来了反战的奇迹。战争持续了7年，朝鲜饱受战争，残垣断壁，满目凄凉。朝鲜的土地荒废，没有耕作的土地，人口急剧减小。遗憾的是，百姓们什么吃的都没有。当时，比起被日本杀害，由于没有食物而饿死的人数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再次恳切地请求明朝提供粮食支援。从明朝的立场来看，国库在大量远征军已经无法承受负担的情况下，进行粮食支援是很困难的。明朝官员们虽然对此持反对意见，但明神宗再次闪亮登场。根据明神宗的命令，支援大米100万石，虽然有些夸张，但相当于几万吨大米的粮食。很难理解明神宗为什么总是过分地帮助朝鲜。不管怎么样，对本国一毛不拔的明神宗自掏腰包帮助朝鲜，这样朝鲜就可以在民不聊生的状况中恢复过来。从那时起，朝鲜就认为得益于明朝的帮助，才阻止了万历朝鲜战争，因此强调了在朝之恩。明朝就明神宗被绝对的称颂。之后，明神宗又什么都不做，热衷于奢侈。在万历朝鲜战争中，不是适当的帮助朝鲜，而是慷慨解囊。明朝的财政到了崩溃的地步。当时李尊族利用这个时机，建立后金，集中力量攻打明朝，而明神宗却完全没有在意。1620年，明神宗除了继位初期的张居正的10年和万历朝鲜战争的7年之外，其余的30年间什么都没做。继位48年，太平无事，舒舒服服地离开了人世。当然，由于明神宗的酒池肉林，纸醉金迷，不理朝政，不久之后便被清朝灭亡了。在朝鲜，明神宗死后，建立了名为万洞庙的祠堂，为明神宗祭祀，直到朝鲜灭亡为止。当时在朝鲜，忘记明朝的恩惠无异于悖论。因此，朝鲜宣祖李炎的儿子虽然也有政治上的失败，但由于明朝和清朝之间展开中立外交，以背叛明朝、忘记明神宗的在朝之恩为由，被赶下台。朝鲜绝对无法背叛在所有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的当时给予拯救的明神宗的恩惠。因此，朝鲜与后金进行了2次战争，虽然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昏君中的昏君，但对韩国人来说却是帮助朝鲜的好皇帝。韩国人游览北京时访问明13陵，都可以访问埋葬明神宗的定陵。作为韩国人，一想到拯救朝鲜却让自己国家灭亡的明神宗，就会感受到历史的讽刺。今天说到为止，谢谢，再见。